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最近几年那些最成功、最受玩家追捧的现象级游戏或者游戏系列，除了少数例外，其余大部分都来自东亚的游戏公司。艾尔登法环、塞尔达、怪物猎人、生化危机、黑神话、幻兽帕鲁、死亡搁浅等等等等。而与此同时的欧美大厂，如今正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出失败的产品。那么东方的游戏公司究竟是采用了什么革命性的开发手段，才达到了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呢？你说什么？他们竟然把游戏的角色做得如此好看，他们竟然完全不在乎政治议题的推进，而是想方设法让玩家玩得更爽。他们的3A 单机游戏就是纯单机，且竟然没有一点氪金元素，而且他们也不跟玩家在社媒上对着干，只知道一心做出好玩的游戏。原来这么简单，这么 basic 吗？没错，其实想要做出好玩的游戏，只要给到玩家们想要的，玩家们自然会心甘情愿的掏钱买单。可问题是，这些西方大厂手里明明握着顶尖的资源和庞大的团队，为什么做出来的游戏就是没人买账呢？其实仔细回头看看历史，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早在4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剧本还是原来的剧本，只不过这一次的演出换了一批新的演员和道具而已。大家好，欢迎来到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最近这几年的一切迹象都在向我暗示，欧美3A 游戏产业的一场毁灭性崩塌即将再次上演。为什么要说再次二字呢？因为他们其实之前已经崩过一次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雅达利大崩溃。上世纪80年代的欧美，每个人都想要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游戏机，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家里玩游戏，而不用去外面的那些街机厅了。这导致家用电子游戏机产业的飞速发展。由于市场的需求激增，这个行业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座金矿，挣钱变得非常容易。于是乎，游戏公司的浮躁和短视，让整个产业的人都只想着如何捞一笔快钱。当时的网络也不发达，一款游戏往往靠着一个吸引人的封面，就能让大量玩家为之付钱。很多游戏公司游戏做的是一坨，但是包装却做得很精美，广告打得很响亮，能骗一个是一个。其中最典型也是最出名的代表，就是雅达利主打的 E.T. 这个游戏，不仅口碑爆死，退款如潮，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大家对于游戏厂商的信任危机。但是其实 E.T. 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雅达利的高层高估了当年游戏的增量市场，而低估了玩家对于游戏本身质量的要求。最终雅达利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让来自东亚的任天堂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趁机崛起。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你是不是感觉如今游戏产业的现状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以前精美的包装换成了现在精美的预告片和市场营销。你看看现在的3A 大作，营销花的钱齐刷刷的比游戏制作本身还要贵，各种噱头把玩家骗的是晕头转向，各种把游戏本体拆开贩售的各种不同的版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华纳的自杀小队不就是当年的 E.T. 吗？都是那种游戏公司高管将游戏绑定同名电影 IP 然后失败的作品。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自杀小队还不如 E.T. 因为人家 E.T. 的电影在当时是真的好看，而自杀小队这个电影本身在我看来并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甚至欺诈消费者。预告片里全是 Joker， 实际影片却只出现了一小会儿。而现在的服务型游戏俨然变成了新时代的金矿，所有的开发商都一股脑的冲了进去。之前聊索尼相关的视频里，我批评索尼对于服务型游戏的盲目追逐，让它整整原地踏步了一整个世代。但是依然挡不住会有人说什么服务型游戏就是比单机游戏赚钱啊，单机游戏成本太高，做出来不赚钱啊。你说的对，服务型游戏是赚钱，但这不是索尼把自家所有工作室全部拉去做服务型游戏的理由。而且是谁告诉你服务型游戏的成本不高的？服务型游戏需要持续的运营，不是每一个开发商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欧美大厂只看到成功的服务型游戏在赚钱，却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有与之匹配的运营能力和受众。为了追求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核心玩家，这就是赤裸裸的忘本。而且单机游戏成本过高的问题，根本就是这些大厂自己的项目管理出了问题。不要再哭穷哭难了，这只能显得你很废物。你们过
过度的盲目扩张才导致了成本的上涨。不要什么都甩锅给通货膨胀。最好的例子就是同样来自欧美的33号远征队，就算真的不是33个人开发的，它的成本和销量的巨大反差，也早就能把这些大厂的脸都给打歪了。而这些大厂失败的代价，他们是绝对不可能自己去承担的，最后要么裁员，要么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游戏和游戏机的价格变得越来越贵，失败的所谓大作会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将会再一次在西方看到一个像雅达利大崩溃当中的 ET 一样的临界点。之前觉得新名特工可能就是那个临界点，但是我现在意识到，那可能真的仅仅只是崩溃的前奏。而这一次扮演任天堂的不会是某个孤立的游戏公司，而是整个东方游戏产业的整体性崛起。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跨国发行平台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戏作品能够迅速的触及全球玩家。比如之前意外爆火的印度最帅闪避动作，就让印度游戏进入了很多玩家的视线。这种趋势使得近10年东西方游戏的差异在玩家眼中被无限的放大。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在东方的3A 市场，游戏最重要的首先是好不好玩。东方的游戏开发者和很多成功的欧美独立小厂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往往开发的成本更低，团队的效率更高，也不在乎有没有冒犯到少数群体，而是以自己受众的喜好为最大的目标。反观西方的开发者，不惜牺牲玩家的体验，也要把政治议题和说教放在首位。而且西方的传统游戏媒体跟这些欧美大厂也是狼狈为奸。现在这些西方的传统游戏媒体在报道时往往避重就轻，明明一些中国、韩国的游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却装作看不见，选择刻意忽视，甚至干脆不进行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所代表的欧美游戏不行了，他们就会失去话语权，而一旦话语权旁落，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就将难以保住。让一个日本站稳了脚跟可能还行，但是要让自己的游戏产业腹地被中日韩3家全面占领，恐怕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而且欧美的3A 游戏开发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种给自己找借口，道貌岸然地说着什么游戏开发多么多么的困难，是我们玩家不懂得理解和感恩。这又让我想到了当年日本汽车出海的情况，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日本车最早打入西方市场的时候，这里要强调一下最早这2个字啊，现在的情况又有些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的日本车不仅价格实惠，而且质量可靠，操控轻松，外观上也一点不比其他的竞争者差。结果西方的车企没有选择提升自我，反而跑去哭诉，要求政府出手干预。当时发生在日本车企身上的事情，如今也正在这些东方的游戏厂商身上发生，只是这一次进行干预的变成了这些善用影响力的传统游戏媒体。然而最可悲的却是，大部分西方大厂的创意早就枯竭了，他们习惯了用成熟的商业模式反复收割，把同一套玩法换了个皮继续重新贩卖。很多项目一开始就被投资人和高层框死了方向，结果就是系列越来越臃肿，玩家越来越疲惫。而正因如此，东方游戏产业占领市场的速度只会因为互联网时代比当年的日本车企更快，也更为迅猛。The next day， 现在欧美大厂的开发人员不是在给玩家做游戏，而是在给他们自己做游戏，完全就是在幻想玩游戏的常规受众都和他们有着一样的立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 Intergalactic 女主角演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所有讨厌我们游戏的人都会爱上这款游戏。这我就绷不住了呀！你这个游戏一方面完全没有介绍玩法，二方面根本没有交代剧情，在现在这个玩家第一印象就能决定生死的时代，你们的老大尼尔竟然敢用一个秃子女主角贴脸开大，然后还说玩家最终会爱上她。你们凭什么这么自信？凭什么有资格这样规定玩家的喜好？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做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角色，对于西方大厂来说如此的困难？你们明明是在制作一款卖给全球玩家的商业产品，却连最基本的让玩家喜欢上游戏的角色的这件事情都做不好。是审美有问题吗？是设计师懒吗？
还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政治意识形态，让他们宁愿牺牲玩家的体验，也要坚持自以为是的先进设定呢？在竞争如此激烈且玩家十分敏感的2025，一个角色的外观、气质甚至服装选择都可能直接影响玩家是否愿意买单。而这些欧美大厂明明手里握着顶尖资源、顶级美术团队，却偏偏要在角色设计上走奇怪的路线，真的是很奇怪啊！这些欧美大厂为什么要跟钱过不去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公司的股东某种程度上跟我们是一伙的，他们也希望我们玩家能够吃点好的，这样我们玩爽了，他们也能赚钱，是双赢。不过这些 woke 人士挡在了中间，绑架了公司，绑架了玩家，绑架了游戏，他们甚至讨厌自己的顾客。俗话说得好啊，顾客就是上帝。可是这几年西方游戏的从业人员总是带着一股骄傲的劲儿，也不知道这劲儿是从哪儿来的。玩家们批评他们的游戏，他们会说不喜欢就不要买，这个游戏不是给你做的。那我请问你的受众买了你的游戏了吗？他们自以为的受众根本不玩游戏，因为这群人只是想要利用游戏的话题性，在社交媒体这个战场上掌握话语权而已。我们这些真正的玩家买游戏不是为了迁就开发者的自尊，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艺术理想，我们买游戏是为了爽，是为了被娱乐，是为了在虚拟世界里得到享受和自由，而不是听你的赛博说教。这些欧美大厂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只为了满足他们内部或者社会上那一小撮叫得最凶的所谓正义人士的幻想，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倒反天罡。一部接一部的失败作品就像是一个死亡螺旋，逼着这些厂商把越来越多的半成品拿出来卖全价。我们玩家买的其实不是游戏，而是测试版，想玩的爽还得靠日后补丁和买 DLC 来填坑。这些厂商把玩家当成提款机，把创意和用心当作负担，在他们的眼里挣快钱比做好游戏重要的多，信任早就被榨干了，行业创新早就被利益碾压了。而且最他妈夸张的是，有的游戏系列从主创到底下干活的开发者其实早就换了一波人了，图有一个空壳 IP， 而这些人做出来的游戏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味道了，但还是有系列粉丝会站出来维护这些公司。想想真的是挺可悲的，真的。谁原来不是粉丝呢？现在批评的有多凶，以前玩的时候就有多爱。当你对一个曾经深爱的 IP 一次又一次给予期待，却总被失望击碎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平静吗？ Later， 谁忘记了玩家，谁就会被玩家遗忘。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最纯粹的娱乐形式，它应该让人沉浸，让人快乐，让人心跳加速，而不是让人疲惫、愤怒，或者是觉得被教育。谁能掌握住这个最简单的真理，谁就能笑到最后。技术、预算、噱头，这些都只是工具，但唯有玩家的心才是唯一的裁判。东方的厂商抓住了这一点，而西方的大厂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未来属于谁？答案其实早就写在玩家的选择里了。讽刺的是，人类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从历史里学到过什么。每一次产业的繁荣与崩塌，都伴随着同样的傲慢、同样的贪婪、同样的自我感动。40年前的故事，如今依旧在原封不动的重演，只是换了一批演员，换了一层包装，而剧本却从未改变。或许这才是游戏产业最残酷的循环。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东方游戏产业崛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